初中女学生下了晚自习，正准备回家，却没想到前边的路口，一个男人已经拿出了作案的工具。可就在这时，一辆警车从旁边经过，吓得男人只能赶紧躲了起来。本以为女学生躲了出一，但还是没能逃过15。等她再次出现在画面里的时候，她已经被奸杀了，尸体还被丢在了路边的草地上。警方很快赶到了现场，只见女孩光着脚，衣服很凌乱。经过核实，女孩叫郭冰冰，14岁，是二中的学生。现场勘查发现了一个类似于胶鞋的鞋印，在死者的头发上还发现了一块鱼鳞，脖子上还有一道明显的勒痕，大腿内侧的衣物上有金斑，应该能提取到 DNA。 同时他们还在现场附近找到了一些烟头。法医尸检后得知，死者的死因是机械性窒息，最关键的是死者的处女膜有破损，但没有出血点，这就说明凶手是死后见尸。从死者脖子上的勒痕来看，凶器类似于套索之类的工具。法医根据现场提取的精斑样本，竟然在本市比中了2起还没有侦破的案件。这个嫌疑人涉嫌卫岗街道猥亵案、田棚街道强奸案，再加上咱们这起，前后还不到1个月，作案3起。没想到这还是一起连环案，只是让警方没想到的是，下一个受害者很快就出现了。中学生小萌在放学后竟然直接脱掉了校服，露出了里面火辣的衣服。从她的通话内容中可以判断，她是要跟朋友出去玩，只是朋友迟迟没有出现，这让小萌有些着急了。你怎么还不来？再不来我真生气了。小萌被硬生生的拖进了小树林。也就在小萌即将出事的时候，她的朋友骑着电瓶车赶到了。凶手听到动静，只能转身就跑。小萌报警后向警方描述，勒她的绳子是一种金属材质，有点拉手。对方的身高大概在1.75米左右。最关键的是，套她头的黑色塑料袋里面有一股很恶心的鱼腥味。那么如此来说的话，郭彬彬的头发上有鱼鳞，这一次又有鱼腥味，所以警方判断这极有可能是同一人作案。只是这几起的案发地都很偏远，附近的监控要么坏了，要么就是光线太暗，所以监控这条线索基本上就不用抱希望了。不过他们在郭彬彬的头发上找到的那个鱼鳞属于鲤鱼的1鳞，而咱们常见的养殖的鲤鱼都是2鳞以上，这种1鳞的鲤鱼基本上就是种鱼了。所以他们推断凶手有可能有自己的鱼塘。有了调查方向，他们也是立即展开了调查。只是在休息的时候，警员注意到了叶谦的烟屁股。你这小狗牙比嫌疑人还给劲儿啊！看到了吗？牙齿咬痕，咱的案子有门了。原来警员发现现场找到的烟头的咬痕很严重，但又不是门牙能咬出来的，这就反映出凶手抽烟的时候应该腾不出手来接烟，以至于烟屁股一直咬在嘴里。而这些烟头上面的咬痕全是来自磨牙的咬痕。冷队长也做了现场的测试，看到没有？后槽牙咬着烟啊，既不耽误干活，也不会熏着自己的眼睛。另外，这3起案件的案发时间间隔15天，地点看着像是随机作案，而从烟头的咬痕来看，凶手极有可能是一个重体力的劳动者，所以叶谦就想到了装修工。巧合的是，这几起案发地的附近刚好都有大批的商品房正在装修。结合嫌疑人衣着较寒酸、经济条件差的特点，我们先假设嫌疑人就在附近的工地工作，而10多天差不多是他的工期。他之所以选择这3个地点，是因为他恰好在附近干活。叶谦进行了实地走访，发现水电工在作业的时候会溅起灰尘，他们干活的时候很少抽烟，油漆工喷漆的时候会戴着口罩，他们也被排除了。木工虽然可以叼着烟，但是3名被害者的身上没有木屑，所以木工也被排除了。最符合条件的就是瓦工了，因为他们长期腾不出双手，工期也很短，而且也会接触到灰尘，所以瓦工就是他们接下来的排查对象。